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政大外交系副教授黄奎博。大家好。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奥运哦，现在还是持续在网络上面讨论度很高。这一位田姐儿又哭了，是谁？蝶泳的这个非常厉害的泳将张雨霏。好，昨天呢，我们跟大家讲了，她100米那个时候呢，他觉得是没有真的完全的如常发挥，他希望200米拿回来，结果这个200米呢，现在也没有办法拿到他的金牌，夺铜啊，他就很伤心。他讲说呢，可能是把自己逼太紧了，执念太深了，但他也强调了，虽然说他不怪药检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呢，他也必须要承认，就是这几天哦，他去到了这个法国去，然后呢，又遇上了这个生理期的第一天，然后呢，又这个有药检，清晨起床等等等，这一些呢，让他其实身体的状况、生理的状况真的是有受到了影响。可是他一再强调说，运动员就是不能有借口嘛，你上了场之后，你就是应该好好的表现。但是他就想问这么一句：当他在面对记者的时候，澳洲电视台的记者问他说：“我已经是第9次向你发问了，你对于你检入这个兴奋剂的丑闻，你怎么说？”他就想直接的回怼他。他怎么说的？他说：“中国运动员游得快的时候要被质疑，那美国的运动员那位女飞鱼拿到8块金牌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敢去质疑她呢？女飞鱼现在也称霸这么多年了，每一年都有金牌进账，为什么没有人质疑她呢？不管是男飞鱼还是女飞鱼，没有人认为美国运动员拿金牌是跟所谓的药检有关系。为什么当中国的选手拿金牌的时候，就会认为是跟药检有关系呢？他想问的是为什么？好，其实不是只有他而已，在这个运动场上头，大家常认为说应该跟政治分开啊，但是这一次的奥运确实你就是会很受到那样子的一个氛围。比如说啦，潘展热他呢是自由式100米夺金，结果现在澳洲的游泳教练出来说什么？5个字，非人类可能。什么意思？他就说呢，他对于那场赛事来讲，他觉得啦，以一个身位胜出100米的自由泳，他觉得那样的速度根本没办法做到啦，是非人类的可能。当讲出非人类可能的时候，大家就想问他就是真的做到啦？那你这个意思是说，他可能也是跟用药有关系吗？这不就是很意有所指吗？可是英国选手反而力挺他，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不应该受到质疑。好，大家就想问潘展乐他为什么能够拿到金牌，能够再一次突破自己先前的世界纪录？他说啦，就是因为呢，第一，那个时候美国、澳洲选手他跟他打招呼的时候被无视了，对方直接没理他。然后呢，美国队的选手在训练的时候翻滚，直接往中国队教练的身上溅水花。他觉得那个就是感觉有点看不起我们这样子。好，甚至呢，当他问他说：“那你觉得你怎么能得金的时候？”他讲：“就憋着一口气吧。”好，这个感受就是告诉大家，他用成绩说话来争气，他就是因为憋着那一口气，然后所以他感受到了。那在最后的时刻，他觉得他把最好的自己拿出来，而他也回应说其实啦，药检的话。大家都知道嘛，他们现在就药检很平常嘛，2、3天一次，正常的话是1天一次，有的时候清晨来敲门等等等。大部分的泳队选手，他们虽然对此会觉得有点恼怒，但是问题是他们也都接受因为这个就是规则，这就是规矩嘛。但是就连这个 BBC 他们也都在问，说到底为什么世界反兴奋剂结构会觉得被夹在中美之间呢？是不是因为有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蔓延到了奥运的舞台？是不是因为有些人想要透过这些涉事的运动员来捞取一些政治筹码呢？好，其实呢，在网络上面的讨论不是只有跟用药有问题而已，还有跟什么有关系？连学士都有关系。所以上面现在讨论什么？讨论全红婵，说他14岁的时候就拿了个金牌，然后呢还特别的讲到说那个时候他有接受访问嘛，他讲说拿金牌是因为家里穷嘛，他想要赚钱，然后呢也觉得去到那边包吃包
穿啊，包这个相关的训练，他觉得很好，他也希望能够发挥他自己的长才。但是呢，下面的留言讲什么？讲说他是接近一个文盲，没有受过正常的应用教育，甚至还说呢，退役之后要怎么办？他会沦落到什么程度？大家开始在问了。为什么会反而在这个时候去讲他是一个文盲呢？只因为他讲话，他回答的时候有的时候支支吾吾嘛，他可能就是一个 I 人，他没有办法好好的把自己的这些意见能够如常的这样子很顺的表现出来。也许面对镜头他紧张，不知道，但是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样的话？大家也想问啦，所谓的运动员之间，他们其实彼此是一个很好的互动的。全红婵，你说呢？他好像是一个文盲，什么都不懂。但是你看看，他跟英国选手很好他每次呢去到国外来比赛的时候，英国选手还曾经把他熊抱起来，两边还写上是闺蜜。那文盲他要怎么跟他沟通呢？对不对？另一个像这次拍照的时候，孙颖莎，这个是这个球后让出 C 位，跟钟朝涵的选手来拍合影戴资颖这一次呢，大家小戴真的做得很棒哈。他虽然说呢最后没有进到他自己理想的成绩，但是呢他的一篇 po 文，包括对岸的陈雨菲选手也来留言说你真的很棒。所以大家也想问像林昀儒这一次其实呢也表现得很好哈，可是呢大家在讲说场上彼此厮杀，私底下跟大陆球王也是好朋友甚至还一起去唱泰勒斯所以大家就想问，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运动员做到了，但是真的没做到的又是谁呢？这些运动员平常接受的是非常严格的考验，也非常严格的训练，甚至呢现在也被发现他们其实包括了中国的国家跳水队，这几年越跳越好。后来知道了原来他们也采用了百度的 AI 的技术来帮忙做这个训练。全红婵就有讲到啦，说这一些辅助训练系统呢都会帮忙他们做细节的演练，然后告诉他怎么做能够做得更好。画面上所看到就是这一些的 3D 视角，而另一个部分他们的帆船的帆板队呢，甚至还用了这个联想的 AI 技术，希望说呢能够来帮运动员制定他们个人化的一些肢体动作运动轨迹等等等，甚至呢也有用风洞来备战。这个是大陆的科技，太空科技，他们就特别提到竞速类，其实呢它就是一个爆发力嘛。那希望呢透过风洞这一边来训练他们的运动姿势，甚至呢让运动员可以实现一天当成1周练的梦想。泳队这一次引起很多的争议，但是也因为他们表现很好，所以现在呢也让很多国际间看到他们的表现。现在也在讲啦，其实他们的黑科技还有什么？还有洲际飞弹什么意思？也就是他们利用火箭跟洲际飞弹的灌导技术，能够训练他们在水中的阻力，改进他们的游泳技术，这一些都是科技给他们的技术上面带来的帮助，还有给他们更多的理解。其实想请教一下玉芳委员，您怎么样来看运动场上？其实运动员，你看我们刚刚这个讲法，他们彼此之间是很好的，他们彼此之间是良性的竞争。但问题是，运动场外，大家想要问他们的那一些话题，很常让人家觉得你真的没有政治味吗？就是我们常讲说，政治是无所不在了这其国际政治尤其是无所不在。国与国之间那种竞争，以及为了要在竞争中获胜彼此角力从那种军事的这种领域延伸到比如说外交的领域，其实在运动场上也是他们竞争的很重要一个领域。所以你看这个每次在算那个奖牌最多的几个国家，几乎就是那个联合国安理会的那个常任理事国然后你再加上譬如说像日本可能还加上澳洲南韩这样子，就这个样子所以以前如果美国跟苏联现在改为俄罗斯了，这在争后来中国大陆就快速的这个串起所以现在就变成主要这么10几年我们看到大概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在竞争，在体育台上，在这个体育这个场上在竞争。那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说法，这种网民的那个声音力量就变得很大了。那他们很多的表达未必可以完全代表政府的看法或是主流的看法，但是的确呢，他们的讲法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出
譬如说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矛盾，其实还真的是蛮大的。那个网民之间的彼此的那种攻击啊，那看起来是蛮强烈的这样。不过我的感觉是这样了，如果这种大家的竞争在这个体育场上这个大家都还可以被接受了。只要不要说变成说那种真正的战争，我想那个就是很可怕。所以这种体育场上的竞争是一种文明的竞争。它的影响至少不会造成所谓的百姓的死亡啦、伤害啦、财产的损失啊，至少不会这个样子，所以都应该被容忍。至于说这种药检的问题，好像今年一直都在，药检的问题一直都存在，不像今年好像被讨论的特别的多。是，当然这个就要看你的这个药检的做法公平不公平了就是说，如果你说清晨被叫醒，就这个潘展乐所讲的，对，就是清晨被叫醒做一个药检，这对一个游泳选手来讲，当然是非常压力是非常大，因为大家的实力很接近。那你这个晚上多睡一点跟少睡一点可能到第二天早上的这种比赛的时候，可能就会产生那个1/10秒的这种影响，那就决定了这样一个胜负所以这个就要去看，如果有人去做一个统计，是不是有哪一个国家大部分的时候药检的时间都在清晨？人家正在睡得正好的时候，在梦乡中把他叫醒来去做药检，让他回去以后非常不好睡。有没有特别针对哪个国家？如果其实他这个是一个 random， 就是那种随机的这样一个抽检的，那我认为就比较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最主要就奥林匹克运动会，他们要有一些研究。然后他们要公布他们的研究的所得，然后他们要把游戏的规则讲清楚，就是说我们这药检是是根据什么方式来执行然后这个用什么方式我们也来做这样一个检讨。我认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大概就更加能够服众了。但这种斗争大概都一直会在的一直会在。是，想请教一下赖老师怎么看？国际奥委会已经对于美国的奥委会提出警告了说如果在药检上再这样子有歧视性的行为持续下去的话，那他们并不排除这个取消美国办下一届奥运的资格。所以我们在看的就是说美国会不会调整，会不会修正这要看之后的这几天美国人会怎么做。不过美国人对中国大陆的游泳队会做这样的一个行为，主要的这个是根据科学的依据。所谓的科学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大陆的游泳队是越来越强大。而中国大陆的游泳队根据他们的资料、他们的记录，他们在国际的赛场上，跟他们在大陆内部的赛场上，他们所留下来的记录，他们很有可能会在今年的奥运击败美国。过去美国整个支配了整个游泳的项目，因为他们认为那是白人的天下，就好像说在田径场上，他们在过去认为是非洲人的天下，然后白人就是支配了整个游泳。那现在的情况是跳水也输了，跳水输了，然后接着水中芭蕾也开始输了，然后现在是连游泳也开始是没有居绝对的优势。对于这些白人智障的人来讲，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也不可理解。那这样的情形，他们看到了科学的数据，说中国队的游泳的数据是如此的漂亮，所以相当有可能会开始夺冠，或是会进入这个前3。那这样的话，你也知道，在比赛的过程中，只要自己队里面的哪一个心理或是身体或是哪一种动作有一点点瑕疵，很有可能就是0点几秒钟的落败，那就是一个身体或是一个半个人头就输了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对于美国人来讲，他越来越没把握；对澳大利亚人来说，他越来越没把握，怎么办？就开始用这种药检这种手段，做到连国际奥委会都看不下去了，说你不能再这样搞了，你再这样搞已经超过了，你是在战术上去干扰中国队的运动选手。结果这么严重程度的干扰以后，在最重要的我们叫做，因为100米是最重要嘛，就好像在田径场上大家注意到的是100米，因为那是人类间最快的。你看我们不是那么看重，我们当然200米也很重要，400米也很重要，可是大家最重要的就是100米，这么短的距离如何能够快到这个程度？同样的道理，游泳也是100米，我们叫做钻石中的钻石。
结果在这一次里面，中国队获胜了，拿到了金牌，破了世界纪录，而且破的是很漂亮，整个半身啊，这简直是在国际高手林立的情形下，你能够赢得半个身体，那简直是不可思议。所以我相信澳大利亚的这个教练，他是非人类，也就是说他不是人类。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人类才会了解人类的体能，常常会有令人精彩的表现。不是人类就永远不会了解人类的体能、人类的潜能，跟人类创造奇迹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相信澳大利亚的这位教练，他质疑潘展乐说他不是人类。我相信澳大利亚绝对这个总理，这一位教练绝对不是人类，保证他不是人类，因为不是人类才不了解人类所以潘展乐很明显的是人类嘛。我最后一个，我觉得大陆的年轻人很明显的，你可以感受到，在这次的奥运中，他们越来越有自信，而且他们是完全的自信，完全的自信。面对国际媒体的时候，你看他们的反应，他们的回复都是如此的有力，这真的是令人刮目相看啊。想请教一下黄老师怎么看？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目前奖牌的领先，也不是第一次奥运才这样子了。但其他的国家会不会追上来，我们还不知道。可是我们从目前看到的消息，确实都指向了这些运动员，他们现在表现的是更高、更快、更强。那当然，我们人的体格等等，随着营养的进步啊，环境的进步也进步了。可是这些更高、更快、更强，这是奥运的格言啊。到底怎么做到的？科技当然绝对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些科技的发展。还有应用，包括我们自己，像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手上都戴着这个智能手表，它里面就会感测你的心跳啊、血压等等的，甚至你深眠还是浅眠，这些难道不会用到运动选手身上吗？再来，譬如说像 AI， 它可以帮助人家判断，譬如说运动员的习惯啊，这个运动的习惯，或者说这个运动员他在球场上过去的这些数据的表现。那还有包括像医学里面当然除了像运动的治疗，还有运动的复健，甚至包括预防伤害。我们看到有些运动选手他其实确实还是有夺牌的希望，可是他可能正好受伤了。所以减少受伤，怎么样用这些医学的知识技术去减少受伤，也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所以我觉得这种科技的进步，目前看到是中国大陆有些黑科技，但是英国、美国、法国这些没有嘛，都有。我只是觉得说，现在就是科技会让这些强的国家更强，那这可能是未来奥运夺牌的趋势。好，其实呢，在国际间说奥运之外，大家也很关心的是这件事情了。这个呢，就是当哈马斯的领袖到了德黑兰，结果呢，竟然被暗杀了。这非同小可，就怕中东呢会再有另一波的问题。好，以军现在秀空袭影片说，其实他们的哈马斯领袖虽然还少一个，7月初的时候呢，他们的二马手已经就是在空袭当中身亡了。他们强调那个时候呢，军事首领这位戴夫呢是在7月13号以色列对加萨的空袭当中身亡的。而他们的情报人员也特别的提到，虽然以色列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承认他们有对当时这一位温和派的哈马斯的哈尼亚这一位这个指挥官有对他出手，但是呢，他们说了，怎么会不是我们呢？我们是选择在伊朗暗杀这一位最高领导人的原因，是因为除了我们可以把他给除掉之外，而且还可以把伊朗置于两难的境地之中。哇，这还真的是一石二鸟。目前以色列总理都没有对，或官方都没有对这件事情有任何正面的回应。但是纳塔尼亚胡只告诉大家，他的讲法就是我们处于生死存亡之战当中，没有正面的回应说到底是不是幕后黑手。可是现在这件事情已经在中东这一边非常的不安了。黎巴嫩的真主党领袖呢有提到，以色列现在还越过了红线，所以他们的战斗上面会踏入一个新的阶段。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什么？他们的红色警戒已经让美国的国务院警告黎巴嫩这一边，如果公民的话，
要么不前往，要么尽快离境，因为他们其实也对黎巴嫩的真主党出手。现在的哈马斯一次少了2位重要的领袖，伊朗呢又是他的客人，在他们家中被人家给暗杀了，所以现在看到是已经升起了红旗，报复红旗。同时呢，他们也已经向联合国来通报，说之后他们要采取自卫报复行动，所谓的血债血偿。好，这么一件事情呢，现在大家就在讲，那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到这个血债血偿？因为他们的想法就是，美国如果没有授权的话，不可能发生，这是他们驻联合国大使所说的。那同时，消息人士也指出，伊朗这一波会不会像之前那样，像一个射烟火弹啊，然后就完全的结束了？可能不会，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召集了代理人团体，大家一起来研议如何报复以色列。这里面包括了也门胡塞，包括了伊斯兰圣战组织，包括了黎巴嫩真主党，还有伊拉克的抵抗组织等等。好，兄弟们通通聚集在一起，甚至也有消息传出，如果呢对方真的是用所谓的匿踪战机 F-35射飞弹，然后暗杀在德黑兰这里的贵宾的话，那他们呢也考虑向中国、向俄罗斯来做军购，可能是买空警500，可能是买苏35这一些的战斗机，都希望呢赶紧也把自己的空优给补齐。而纽时则特别提到这一件事情，因为哈尼亚呢，他其实一直以来所负责的就是谈判和谈的这一块。那如果现在他被暗杀的话，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纽时的一个独家说，其实呢，他们2个月前就有在这一家饭店下面埋了个炸弹，说因为哈尼亚每一次只要到德黑兰都会住这一家，那现在呢，他们就是确认了这个时间点，哈尼亚住进这一家饭店，然后才引爆这一颗炸弹。好，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已经研议很久了，而且已经准备很久了。而这一段时间来，他们的和谈正在进行当中啊。卡达负责来帮忙乔的这个总理就直接讲了，以往他在帮忙乔和谈，觉得好像很有机会，但现在一方杀了另一方的代表，到底我要怎么乔呢？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只是直接讲了，说这件事情就是表明了对和平努力的公然破坏，就是让这个和谈完全谈不下去。回过头，我们想要请教一下这个委员哈，玉芳委员想要怎么看？因为哈马斯的领袖呢，现在再少一个人，他们也直接告诉你，不是只有那个哈马尼而已，不是只有哈尼亚，而是连他们的军事上面的首领也直接被我们击毙。先这样讲，就是说这件事情其实你要说是以色列最直接有关，不如说是纳坦雅夫。以色列总理其实早就要下来了，美国人很多人不喜欢他，连美国的犹太人、美国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休姆尔都说要以色列应该提早举行选举大选，他就是要把这个纳坦雅夫打下来，因为纳坦雅夫太好战，太极端哦。那对，因为所以他国内很多人也非常反对他，譬如人质的家属都希望说赶快把人质救出来。对，这在加沙走廊这以色列这些人质，可能这个战争要持续下去的话，这人质只会继续死亡，哦，所以他在国内都常常都有大规模的示威。但纳坦雅夫非常的强悍，因为以色列是一个多党的一个国家啦，他们很多的教派啊什么都很复杂。那纳坦雅夫他们这个执政党啊，大概有6个党，哦，这个合在一起这样子。然后呢，纳坦雅夫本身他们的那个党虽然最大，但是票不够，所以就要靠那种非常极端右派、极端的这种宗教派的这些政党来支持他嘛。所以他想要维系自己的政治生命啊，他就要不断的发动这个战争啊，让这个战争持续下去，这样才能保得住他的政治的这样一个生命啊。那我个人是认为说，他去什么杀真主党的这些军事的这种领袖啊，那都没有话讲。你杀这哈尼亚是这个哈马斯的，等于是他的外交的、他的政治的
这个很高层了哦，他们说他排名第2或是什么，是不就是他这外交主要是他在主导，对，所以他其实他本人没有住在加沙走廊，是他都住在海外这样子，那他就去斡旋啊，斡旋卡达啊，这个埃及啊之间在斡旋啊，也跟美国巨头啊这样子在斡旋。那你美国就是希望加沙走廊战争早日结束，因为美国也为了这个纳坦雅夫的好战，也背了这个十字架。成为很多国家这个责备的这样一个对象，因为他一直要支持他，像大家说要求停火，在联合国，在美国就是那个少数投下否决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嘛，所以美国也希望他这个下台，但是所以这个弹劾在进行中，而且一度认为说很有希望，应该会达成和解啊，人质归还，然后这个战争到此结束这样。可是你现在就把他给杀了，你认为这个还谈得下去吗？而且我们有讲一句话啊，在历史上啊都讲说，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对，为什么你来使我不斩你？因为你是负责来和谈的，你不是来负责打仗的啊，所以我不杀你。那这个哈尼亚就等于是加沙的这个哈马斯的他们的和谈的这个一个代表嘛。你把他杀了，那就表示你不要和谈嘛？这纳坦雅夫的确就是不要和谈，他就是要破坏这个和谈，让这个战争不停的延续下去，让纳坦雅夫千秋万世可以继续当总理做下去，就这个样子啊。所以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很不对。伊朗是被迫一定要有所表示，因为哈尼亚是来你这个地方当贵宾，参加你的新的这样的一个总统的就职，是你把他宰了，你把他在宾馆把他给宰了。如果伊朗今天无所作为的话，他怎么去领导？他怎么还有在中东还有什么地位可言？我们大家都知道，像福塞这个叛军啊，这个包括这个真主党，包括这个哈马斯，他们背后的支持的力量就是伊朗嘛，加上伊拉克的反美的势力，现在最主要也是伊朗，因为伊拉克的最大的这个他们组织就什叶派嘛，最大的教派就什叶派嘛，所以这些国家我们现在讲的就横跨4个国家了。那这个主要的反对这个以色列的力量，反对西方的力量是来自于伊朗。那像以色列、伊朗的最大敌人，把你的客人把哈尼亚给杀了，你如果无所作为，那就完了。所以我认为伊朗会结合这些我刚刚讲这些国家，在伊拉克啦，说是苏丹啦，在这个黎巴嫩啦。然后在加沙走廊，他们是不是有一个协调之后的全面性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啊？就我认为预期是会这样子的。对。好，请教一下赖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哈尼亚一家人都被以色列杀了哈，现在哈尼亚自己本身也被杀。那一般推断，当然就是以色列干的啊。不过我们一般推断应该是美国跟以色列是合谋啊。为什么会有证据说是美国有参与这件事？本来美国的罗斯号航母在亚洲，然后跑去这个中东地区支援啊，因为艾森豪威尔号回美国去了，所以他到了红海去，然后护航。那主要是针对就是也门的胡塞组织。是。可是怎么会突然间他就出现在伊朗啊这个靠近40公里的这个地方？那很近哦，那已经在毗邻区左右了。可是这个事件发生之后，马上就看到这个罗斯号航母靠近在伊朗的旁边，这代表什么？代表就是美国，而且奥斯汀马上就告诉伊朗说，如果你攻击以色列的话，我们一定会保护以色列。那这个等于是直接把航母压在这些地方，8个舰队，就是8艘战舰都已经靠近伊朗，那也就是摆明了要跟伊朗很有可能就是直接对干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你说美国完全不知情，我觉得不可能。那因此美国知情的可能性很高，甚至美国跟以色列合谋，以色列来执行，那么或者是以色列在执行的时候有通知美国，美国就赶过来做后面的支援。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以色列干了这件事情，能不能就此消灭这个哈马斯？应该不会。我觉得会激起更多人同情支持哈马斯。所以哈马斯的力量不会因为他的政治领袖跟军事领袖被杀，他就土崩瓦解了。相反的来说，他们本身的凝聚力可能会更加的强大，外援给予他们的援助很有可能会更多。那所以这个不是朝正面的方向走，而是朝反面的方向走。
那现在对于伊朗来说，它处在一个最尴尬的一个地位。为什么？因为伊朗被证明它是纸老虎。当他的苏莱曼尼在伊拉克被杀的时候，他说扬言报复。结果我们看到雷声大雨点小。是。当他的军事指挥官在叙利亚的这个领事馆被以色列人整个消灭、炸毁，而且违反联合国的维也纳公约的时候，那么他们很大的说一定要报复，结果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所以他已经摆明了就是一个纸老虎，也就是说啊，这个喊的声音很大，但是实际上做的动作很小。其实一个大国或者一个强国或是一个中等国家，你只要展现出你是纸老虎的特质，马上就会被羞辱。美国不也在这个日本海这个地方举办一次比一次更强大的军事演习，要威慑，而且现在还跟韩国举行这种常规跟核武的这个军演，要威慑朝鲜的时候呢，朝鲜马上就报以更多的这个导弹的试射跟这个核弹的试爆。那这个就是直接羞辱你嘛？为什么？纸老虎的下场就是如此。其实中国大陆在南海也要小心，对台独也要小心啊。如果说雷声大雨点小，那么一定会被当成纸老虎，而且一定会被羞辱。这就是一个你只会讲的不会做的，没有力量做的，讲的比做的大声的时候，就容易被羞辱。现在的伊朗如何对以色列报复？你距离那么远，难道你大军挥军过去，然后跟以色列交战吗？所以我个人是觉得，目前对伊朗来讲，它的困局，那该怎么做？我如果是伊朗的，我一定是全力的支持这些我的外围组织，提供给他最精锐的导弹，然后去在海外。那么，因为目前唯一能敢打美国航母的就是胡塞组织嘛。那我想应该怎么做，应该要很清楚了吧？是，请教一下黄老师怎么做。首先，我先讲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啊，就是不是新闻讲说这个哈马斯政治局的主席他的房间是1-2个月前就被放了炸弹？对。那表示那间房子可能都没有人在使用过，不然的话，万一出事情的话，这个姿势体大，这很难去解释啊。当然，我们也看过了，这个细节我不讲。就像马来西亚，他在2006年前后，或是07年，也有曾经在这种旅馆发生了炸弹，把人真的炸到粉碎哦，不是那个一般的土制炸弹，他们说都是军用炸弹啊。那但怎么做的？当然是政府或公权力或者可以取得这些炸弹技术的这些武装团体做的。但是你说2个月前放炸弹，我觉得蛮匪夷所思的哦。如果真的要我选的话，我可能会选说 F-35逆中啊，然后飞进去攻击再出来。但是攻击完之后，伊朗应该就看到了。难道也来不及反应吗？这个反正很多的罗生门啊，所以我只能说现在小道消息满天，大家看一看，自己笑一笑就好。好，那重点是说，为什么以色列要这样做？东杀一个，西杀一个，他当然知道会引起周边的动乱。可是呢，我觉得以色列的纳坦雅胡政府啊，他现在最高的目标，第一个当然就是要消灭哈马斯，但第二个呢，他要做的就是要维护他的政权，就像刚才林委员讲的，所以消灭哈马斯跟维护他的政权，那在这2个最高的目标之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到底是区域附近的稳定对以色列比较有利，还是当区域动荡，以色列变成国家安全受到更大威胁的时候，对纳坦雅胡政府有利？我觉得以色列现在判断就是天下大乱，形势比较好，所以呢，他宁愿周边乱，而且就像刚刚赖老师讲的嘛，旁边有些纸老虎啊，就算现在我对你这样子，天下大乱，可是你也不敢真的打我啊，所以我以色列就采取这样的一个决策。另外呢，当然大家会想到，那美国呢？美国角色到底怎么样？我们看到民主党拜登政府，他是希望以色列不要轻举妄动。你不一定真的说要撤军了，但是你至少不要再进攻，不要再攻击了，不要再造成更多的擦枪走火。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总统选举，原则上是五五波，不像拜登的时候比较吃亏。那共和党现在川普他的态度又是什么呢？目前川普从他过去一路走来的轨迹看起来，我会觉得川普他是支持纳坦雅胡。他会支持纳坦雅胡，所以纳坦雅胡或许是因为得到了美国部分人士给他的承诺，或者是
同意说没关系，你就这样做。等我们上来之后呢，这些事情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以再这样做下去的话，反而民主党会更觉得头痛。但是呢，共和党觉得说没关系，我就支持你到底。那纳坦雅胡有没有得到美国这个线索或消息呢？我觉得只能在日后再判断。好，其实呢，到目前为止，大家都在知道中东的情绪现在到底会怎么样的发展。基本上啦，大家还是得看11月到底那个美国大选选的怎么样了。来，目前呢最新的一个方式就是民主党现在就确定是贺锦丽了嘛，因为没有对手，而且呢，她是同时具备非裔还有亚裔的一位女性总统。美联社的一个民调直接告诉你了，80%的民主党人很满意她的表现，对比拜登那个时候37%，这个数字很漂亮，而且矽谷那一群人又转向了啦。本来不是说他们要去支持川普吗？没有，超过100名的风险资本家表示挺贺锦丽。贺锦丽呢，他现在面对川普揶揄他说，你不是说你印度人啊，怎么现在要变非裔了啊？没有，我呢是觉得有些人就是喜欢嘛，弄些老把戏，这边乱讲话。美国值得更好的。前太空人这一位 Senator Arizona 的 Senator 现在也挺他说，他觉得川普就是一个绝望害怕的老人。好，他也很有可能会出来担任这个副手，而且呢，现在民主党可能把老人这件事情变成他们主要的一个反击的目标了，因为这一位裴洛西要出自传，爆料的就是5年前说那个时候呢，曾经有医师关切川普的心理健康，因为他觉得他的行为很难以理解，讲话的时候呢常常出错、漫无边界等等等。到底谁的赢面大？这一位说呢，曾经9次成功预测美选的专家直接讲了，他觉得贺锦丽的赢面比较大。但是呢，这一位在美国，我刚刚看到他有一个这个续约Spotify 续约，他说是78亿这天价续约。这一位 Podcast 主持人罗根，他则是川普的支持者，他直接的讲了，他觉得现在就是媒体操纵，让贺锦丽有希望可以胜选啦，因为他认为人们现在呢就是不想要川普啦，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管什么胡说八道，他们都会相信啦。而在这一连串的谈话当中呢，大家也在讲，那美中之间呢会不会因此而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好像美国的驻北京大使直接讲了，他认为跟中国之间的竞争你不能用冷战的方式来看，原因是因为现在的中国他还搞一带一路呢，他搞经济，那当然他的军事力量也一直在崛起，制造力量也一直在崛起，所以他认为中国的威力比苏联来得更大。讲到了制造，本来不是说要对他们加征关税吗？要一直往上走上去吗？怎么现在延后了2个星期，甚至有可能再往后延后？好，即便是这样，但是对于中方的这些出口商来说，没有差别，原因是因为他们讲先前赶出货的现在都出完了啦，那所以呢，有没有延对我们来讲影响并不大，可能对美国来讲影响比较大吧。而且呢，现在美国有好多的港口都反对针对中国那个乔氏货柜起重机来加征关税，因为最后被跪到的可能是美国的自己人。而且呢，在科技战上面，很多现在在美国人他们玩的一个 App， 据说是叫做 Talkie。 好，这个是一个新的 AI 聊天机器人，下载率蛮高的，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它其实呢是中国公司他们所做出来的一个新的研发软体。甚至呢，他们还表示，美国大学生讲的说，其实啦，我也没有觉得不舒服啊，那基本上呢，我也不觉得说手机上的 App 应该要受到地缘政治的干扰，我也不希望。生活是生活，政治是政治，民间感觉看得很开，但是对于政府来说，这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请教一下玉芳委员怎么样来看？好，民主党呢现在8月5号的时候就要正式来决定他们的总统候选人。我大概是在少数在我们国内认为说贺锦丽应该是会当选的，因为我认为川普他这个战争打得越来越疯狂，他自己讲话都已经胡说八道了，又来了一个 Vance， 他的副总统候选人，讲话比他还更嚣张更狂。是我觉得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面，大家都会彼此竞争，然后会仔细的观察做比较，就选民这样的已经是没有领导者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了，就是说就乱讲话这样。那川普现在
对贺锦丽很多批评，其实是帮助他，你知道？你说他不是一个他不是黑人，他已经知道他是印度人，说这个话是不公平的。是，你知道美国最有名的黑人的学校是在华府，好，黄教授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在华府念的书，我也在那附近念的书，那是黑人的学校，贺锦丽就是念这个学校，所以你说他不是黑人，那他干嘛去念黑人学校呢？可见，而且他在那个社区长大，他跟黑人的来往非常密切，他很多的那种影响受到那个黑人的文化的影响是很深的，人家都做过这种研究的哦。反正他印度的背景其实是比较没有被提的。那黑人呢，现在是在美国第3大族群了，大概占的人口比例大概12点多哦。你知道奥巴马2次选举，2008年、2012年为什么会选得相当不错？黑人的支持度都是90%以上，尤其第一次的支持度大概到达92%的样子。出口民调做出来都是90%以上嘛。所以那贺锦丽现在的黑人的支持是多少？只有80%，也就是说80%是在奥巴马对他表示支持以前所做的民调。对，那你像奥巴马已经表明支持他，然后你现在这个川普又去攻击他所谓的黑人的这种背景，你是帮他在积累这个选票啊。所以少数族裔的票，我认为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黑人啊、犹太人啊、亚裔啦包括有500-600万人的印度裔，大概都扮演重要角色。所以我的看法，因为我以前我的硕士论文其实是写美国黑人的政治参与啦。我认为黑人如果对贺锦丽相当的支持，就像支持奥巴马这样的一个力道，或者稍微弱一点的话，我觉得贺锦丽当选的那个机会非常高。美国黑人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投票率有时候不会很高，你知道？但是你现在让他变成黑人变成个议题的时候，比如说奥巴马出来竞选，这就是个议题，就黑人涉及到黑人的骄傲、黑人的背景、黑人文化、黑人的历史、黑人的未来，那投票率就会高起来。我认为贺锦丽的你这个川普他们越加的去攻击贺锦丽的黑人的背景，黑人的票会进去的更多。而且因为你那种刚刚这个赖教授所提的，这白人至上主义，其实支持川普的主要力量是来自哪里呢？就是低教育程度的白人，支持率是最高的。所以民主党呢，它是比较大的这个基础，是少数民主支持民主党的最多，但是少数民主投票率一般是比较低。所以你现在变这个议题再吵，这整个投票率就会上来。所以我是比较看好贺锦丽的。至于说矽谷的这些高科技对贺锦丽跟对川普的支持是 50-50。到目前为止大概是一半一半啦，还看不出谁比较多。对，好，其实呢，那现在呢，大家也很关心的是美股啦，原因是因为呢 ，AI 现在大家在问是不是泡沫化了，因为花旗的策略是开始来示警，说 AI 的抛售潮才要开始，金价又在涨，到底呢会怎么样的发展？台股这边很紧张的原因是因为今天跌了1000点呐，所以大家也都在看着美股到底今天的表现如何。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说。好，我们刚刚讲到了AI 现在大家都在问会不会是泡沫啊？原因是因为大家现在看到它的股价已经开始在进行重整，甚至金价也开始在飙了。来请教赖老师。我觉得您刚刚提到的这个 AI 我们就会看到目前来讲，华尔街的估计了。华尔街认为说，在未来 AI 在全世界的前端几乎都是中国大陆的天下。他认为美国要跟大陆拼很难。原因在哪里？因为它是一种软件嘛，都是一种 APP 一种设计。那当然，硬体这个部分美国占有优势了，这就是英伟达它占有的就是辉达它占有的优势。可是呢，你在这个架构上填上去的这些应用程式，目前来讲，您刚刚介绍的这款为什么在美国风靡呢？因为它所有的虚拟的图像，那些美女或是俊男都可以由你自己来设定
你也可以选择，你也可以输入你的所有你理想中的那个美女，你还可以自己组合成为一个虚拟的美女。然后声音你可以自己使用，可以自己选择，就是说你选择你最想要听到的那个声音，那个长相的人你可以创造，那个声音你可以把它融合进来，然后呢，他的故事你可以把它写上去，完全是符合你的需求。然后他的演算出来了以后，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故事被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声音、这样一个女生，她跟你聊天。所以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就跟你对话，然后你听到了。那你想，很多人在情感上或者在哪里，他寻找慰藉的时候，他会不会去用这个程式？他就会在这边得到另外一种慰藉或者满足。那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这一款的软体，为什么在美国的年轻人一下子暴涨？半年内它的成交额、它的交易就是已经到了7000多万美元，那不得了啊！还有另外一款也很受欢迎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在欧洲或者在美国补教业者是最贵的，就是补习班。例如说美国你要进名校一定要考试嘛，对，就像在法国你要进名校也一定要经过我们叫巴卡洛维亚的这样的一个考试。可是有时候我可能我的数学比较好，但是我的物理很差，那你找家教很贵啊，你上补习班很贵啊。目前来讲，中国大陆就设计了一套用最好的演算法教你怎么去理解物理或者理解化学。那你想，这个老师，这个 AI 的这个家教的老师，他的耐心无限，然后他会用各种方法去辅助你，去理解它。例如说，他提供你这个问题，你答错了，他就在演算，说你可能哪一个地方还不了解，他在引导你去了解另外一个地方。你想想看，这个全世界，像我们自己教我们的孩子，有时候耐心很快就用完了。然后我们有挫折感，孩子挫折感更大，而我们阻碍了孩子的学习。就是常常父母教孩子教到最后，孩子最痛苦万分，父母也痛苦万分。可是这个系统他不会。然后你在补习班里面，那些老师的费用很贵，然后讲了半天，然后而且学生还不见得懂。但是这个辅教系统它就可以帮你解决。你说 AI 强不强大？这个都是中国大陆的强项。贺锦丽这个部分，我讲一句话，我觉得当他需要中国选民，就是华裔选民的时候，他用贺锦丽。等到用完了以后不再用了，那是因为需要嘛。当他需要印度选民的时候，他强调印度裔；现在他需要非洲选民的时候，他就用强调非洲裔，这很正常嘛。在台湾很多人跟客家人没关系，一旦选举的时候，每个人都跟客家人沾亲带故，还不是一样的道理啊？好，我们等等回来呢，邀请黄老师来帮我们做总结。节目最后邀请黄老师帮我们总结。好，美国总统大选现在看起来贺锦丽的声势确实是往上在走啊。当然，这个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啦，譬如说他的对比是拜登，拜登已经被大家讲成这个样子，那贺锦丽他之前也没有真正在台面上被人家从头到尾检验过啊，只是大致检验一下，因为他就是选个地方的公职，还有担任副总统。所以他不是真正炮火的焦点。那现在他虽然说有拜登做对比，虽然说他年纪比拜登轻，可是我觉得在未来，当这个川普的阵营开始转向，因为他本来的战术的目标都是针对拜登。